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的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27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曹操跟他的这些部下们开始讨论说，我们对于袁绍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大家都有很多激烈的讨论啊。那故事进行到这边的时候呢，哇，饰演曹操的这个陈建斌讲出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台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不是这一段他就说呢，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比将士多寡，我永远比不上袁绍，可是要比精悍跟智谋啊，三个袁本初绑一块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好霸气的一句话，就是代表说他心意已决，他就是要跟袁绍展开一场决战那在史实当中呢，这场决战就叫做官渡之战。那在我们进入谈论战争的过程之前呢，请金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官渡之战的战前，曹操跟袁绍双方到底做了哪些准备，还有这场战争的时空背景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咯。好，官渡算是一个决战嘛。其实，在官渡大战爆发之前，曹操跟袁绍已经有发生很多次的遭遇战了，比方说就是让关羽一战封神的白马之战 ，OK， 或者是后来史实当中文丑战死的延津之战。那像什么白马、延津在哪边？其实都是在黄河边的一些城市。那你再仔细看的话，它在黄河的哪边呢？南边。因为袁绍跟曹操大致就是以黄河为界，河北袁绍嘛，所以袁绍在北方。那曹操他主要是在黄河的南边。那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什么白马延津乃至官渡，都在中国河南省这个地方。总之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地图，你会发现官渡这个地方比白马还有延津更南边。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即便曹操在白马还有延津获得不错的胜利，但大致上曹操其实还是比较劣势的那一方。包含像白马之战，曹操为什么去救援白马？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把白马城的军队还有民众往南撤出来，保留多一点人力资源。所以总之，这些小胜仗仍然无法阻止袁绍主攻，曹操主守这样的战略态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战力方面。根据《后汉书》的说法，他提到袁绍当时出动部队多少呢？精兵10万，计万匹。我们姑且可以相信为袁绍出动的步兵数量在10万以上，骑兵数量呢在1万以上。毕竟骑兵是人再加上马，甚至有的时候你马可能不止携带1匹，你可能要换2-3匹。总之，这是他超过10万人的兵力。《三国志》本身也提到，绍众10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显得异常的庞大。那曹操的兵马有多少呢？根据《三国志》的说法，大约是1万。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裴松之，就是很喜欢帮《三国志》注释的那一位。他后来就提出说，这有问题吧？这曹操的兵马不可能那么少。我们先提早曝光一下，我要爆雷就是后来官渡之战，曹操打赢了，耶！想象不到吧？不好意思我爆雷了哈。曹操他可以打赢袁绍，是后来他去偷袭袁绍的粮仓，也就是乌巢。《三国志》有记载，当时的曹操派遣多少部队跟着他自己一起去偷袭乌巢呢？5000人。裴松之就有意见，就说：等一下，你也才1万人，也就是说你把1半的军队，而且那个时候是你已经跟袁绍激战了好一段时间，人马一定有损伤的嘛，结果你还抽掉1半，甚至1半更多的人去偷袭人家大营，那你自己大营守得下来吗？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曹操可以派5000人出去，你不可能只有1万左右的兵马，这是裴松之他的疑惑之处我个人也认为蛮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曹操兵马的人数一定远在袁绍以下。那讲完了双方对战的局势，袁绍主攻，曹操主守，然后袁绍的兵马在曹操好几倍以上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战役的阶段。这边我们就要提到，我当初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本来是充满着期待，想说决定北方霸主那个
10多万人激战的官渡之战又来了。结果实际上我看到电视剧的时候，我整个超生气的。你是说喝茶的部分吗？对啊，就是曹操突然就是在双方阵营前面摆出那个茶宴，就说本初兄不要急，现在喝茶嘛。然后袁绍我也不知道在冲三小，人家邀请你喝茶就去喝茶，连旁边都已经很多人就说，你喝太久，赶快回来打死他，他是你敌人啊。我也不知道袁绍到底在好心些什么，就一直说不要怕不要怕，不会怎么样的。然后双方就一直喝茶一直喝茶，喝到最后突然就说啊，我后方被曹阿瞒你这个家伙给偷袭了。然后曹操就是用一种很俏皮的脚步这样哈哈哈哈就跑走了。我想说啊，我要的大战呢，我要的大场面呢，怎么都不见了？你们两个都在喝什么茶啦？是不是曹操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兵力比较少，所以他必须用一些谋略？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有描述说，他派了谁谁谁，然后去偷袭后方，是需要时间嘛，所以他有点在拖延战术这样子的方式啊。你要这样讲，我可以接受，就是的确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派遣部队去偷袭对方的后方，这其实是战术运用上很基本的一个操作，我可以理解。甚至你要说我要拖延时间，你拖延就拖延嘛，用喝茶来拖延不行啊！这部电视剧当中袁绍太智障了哈。当你把一个敌人描写的这么智障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说哦曹操好猛，你只会觉得说哎。这个打赢是应该的，没错，对，难怪曹操会说3个原本出绑一块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总，因为袁绍真的太蠢了，对，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总之，双方首先在官渡发生了遭遇战。那刚刚有说嘛，袁绍远比曹操的人数多，所以一定是曹操交战不利。好了，你是曹操，你发现哇，打野战打不过怎么办？你信不信我打你？那就用一些骑兵啊，用一些比较快速的方式去强攻他嘛。好，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后来曹操也的确这么做了。但是你要注意哦，你要派出部队之前，你要先确保你自身的安全啊，对不对？也对啦，就是如果我的大营不保的话，其实说再多也没用。对，所以其实曹操他做了一个很必要的手段，就是我在野战打不赢怎么办？那我就防守咯。于是曹操就撤回到他的军营去。那袁绍就发现，我现在就只差最后一步，就是我能够攻破曹操的大营，我就获胜了。对，那当然就是加强攻势啊。袁绍怎么加强攻势呢？首先，袁绍先建高弩。什么叫高弩？就是高塔，派人上去射箭，居高临下，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对你进行射箭好攻击嘛，视野开阔嘛，对不对？是。那这样子一直被射的结果哈，曹操的军队也的确很受到困扰，就是哇天哪，那个箭如雨下，搞得平常走路的时候都要随身携带一个盾挡在自己的头上，这样去做掩护，不行啊，太被动啊，人家万一再进一步抢攻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曹操想到的方式就是，好，你有高科技武器，我也有高科技武器。三国志记载，这个高科技武器叫做霹雳车。其实所谓霹雳车是什么？就是改良版的投石车。OK， 只是它威力变大了。那霹雳就是闪电劈下来叫霹雳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炮车它投掷出来的武器的攻击能力，媲美闪电打下来一样，所以叫做霹雳车。大概可以想象，就是你的射程变得更远，或者说你可以投掷的实弹重量更重，所以威力更强大，所以叫霹雳车。总之啊，当时就是把霹雳车的飞石往人家的高楼砸过去。你要知道，你高楼的确很高，但你也很显眼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高楼就被砸坏，导致袁绍部队承受了一定的损失。那袁绍发现，哎呀，立体作战不行怎么办？换另外一个拿手绝活，挖地道。我知道这个战术之前在对抗公孙瓒的时候有用过吗？没错，当时公孙瓒不是建造一个什么易经这个要塞吗？号称什么固若金汤。结果当时袁绍也是派人去做那个地道战。那所谓的地道战，就是挖地道到人家的根基之后，去烧对方的那个地基，所以导致表面的建筑塌陷，然后配合地面部队去进行进攻。是。那其实曹操也知道说，你以前这样搞过公孙瓒，你一定也会搞我的啊，对不对？是啊。那面对地道该怎么进行防守呢？当时的方式就是挖长沟。什么意思？就是你挖地道嘛，你一定会挖到我的阵营嘛，那我就提前先挖一道长沟。你袁绍部队可能挖着挖着，砰，怎么我没看到地基，反而把什么东西给打通了？打通的那一瞬间，曹操部队就发现你出现了后，立刻集中开始攻击。这算是一个防御地道战的一个手
手段。你是说有点像护城河的概念吗？对对对对对，就提前先挖好一个土沟嘛，还没挖到地基之前，你可能就把土沟给挖破了，你就曝光了，我就提早攻击。顺带一提啊，我最近在研究太平天国的战史。太平天国攻打清朝城市的时候，也很喜欢挖那个地道。清朝部队就会做怎么样？就是当你每次挖通那个地道的时候，他要提前先知道你的方向，你一挖通，他们就立刻用炸药去炸回去，导致当时太平军死伤惨重。所以其实地道这个东西，它如果挖成功了，的确有奇效，但是它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人员很被动啊，因为我就塞在那个空间嘛，我就只能往前挖嘛。是前面一旦发生什么问题，我连撤回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袁绍又蒙受了一部分的损失。总之啊，不管是高空往下攻击失败，从地面以下发动攻势也失败，渐渐的，曹操跟袁绍就变成对峙的关系，一个不断的进攻，但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被动的防守。但是曹操还是有很积极的派遣一些部队去攻打袁绍的后方，毕竟军队人数再多，你也得吃粮食嘛，对不对？如果能够烧掉对方的粮食，就有机会分散袁绍的注意力。这就是官渡之战的前半段。袁绍虽然暂时没能够彻底击败曹操，但是占尽了上风，而曹操只能苦撑待变。我这样子一系列讲下来，你觉得如果把这段还原拍成电视剧，你感觉如何呢？不管是高楼射箭或是挖地道，我相信应该都有很好的处理，而不是喝茶啦。对嘛，你喝什么茶嘛，对不对？真的还太敷衍太生气了，不行。对啊，那可是演到这边，其实喝完茶之后就有还蛮多的战争场面啊，包括有些骑兵啊、步兵啊，甚至还有战车嘛，那至少还有一些战争场面啊，不知道金老师怎么讲？你不要说那战车，我真的太不行，我太生气了哈。战车也不行吗？我可以理解他在电视剧当中，他可以呈现比较大的气势，因为骑兵就是一匹马加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战车它就是有加上好几个人站在上面嘛。可问题是，战车这是什么样的武器？它其实是流行在春秋时代，就是东周时代的一个武器。那个时候就是战车上面会站着3个人。顺带一提，能够搭上战车的都是东周时代的贵族。他们是从小就接受武术、军事专门的训练。现在不是有讲那个6艺吗？礼乐射御书数嘛，对不对？射是什么？就是射箭啊。御是什么？就是驾驶马车啊。这就是讲一个贵族，你不只是要知道礼乐，贵族还要会弹奏音乐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操办这些仪式性的流程，你关键时刻你得上战场的，所以你要学会怎么驾驶马车啊，你要学会怎么射箭啊。那至于徒手搏斗、武器格斗，那更不在话下哈。总之，战车上面会有3个人，一个就是驾驶者，另外一个远处攻击负责射箭，最后一个是拿戈。我们之前在讲关云长那一集有提到，就横扫近战武器。问题是，这个春秋时代流行的兵器，到了战国时代就已经没什么人在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没有什么避震系统的哈，你就想想看，那个车轮在那个凹凸不平的地面高速行驶的结果。人就飞出去了吗？对啊，因为车就会垮掉啊，人就可能就是随时可能会不小心的，就是跌落那个战车底下哈。战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东西，它最适合就是在开阔场地那种平原作战，但是只要稍微有一点起伏，或是你遇到山地，你是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随着后来骑兵的技术发展越来越成熟之后，大家宁愿使用骑兵。为什么？因为骑兵它灵活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比较少人用战车，不会说完全没有了，但最多使用的换成使用骑兵。那战国时代都用骑兵了，你都已经到东汉末年了，你哪来那么多战车啊？对不对？你搞不到那么多马匹，你就说嘛。身为一个历史系，就是突然看到都三国时代还有这么多战车在那边对撞，甚至刚刚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还说，人家不是战车中间还有绑那个铁链吗？然后去撞人家步兵嘛。
好不好？你不要觉得说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力道，把人家步兵给直接推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那步兵也是一种拦阻的力量，他撞上步兵之后，那战车会怎么样？他人也会飞出去啊。对啊，而且车轮就是整个战车最脆弱的地方，你还绑铁链在上面，让它承重力量变大，哎，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所以这些就是电视剧看起来好像会非常非常的震撼，但是实际上会觉得说不行啊，太蠢了，太蠢了，就跟曹操喝茶是一样很蠢的事情。哇，你刚刚这样讲下来，我就会觉得，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东西就叫做霹雳车，没有，霹雳车是指投石车。对啊，你这样解释我才知道说原来霹雳车是投石车啊，可是他这一段就没有演出来啊。是，哇，那这样看下来，金老师感觉对这一集非常有意见啊。对，超级有意见，对，这种真的不行。当然了，做人也得宽容一点嘛。如果真的要拍出我刚刚说的那些大场面，你想想看，光要搭那个投石车，你不要讲搭个10几座，好，你搭个2、3座，都是一个非常高昂的费用。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王者天下》，就是雷利·史考特他们拍的？你说打耶路撒冷的那个？对，就是那个十字军嘛，跟那个萨拉丁的军队嘛，是双方在那个耶路撒冷作战嘛。那其中一个战争大场面就是他们真的有拍众多的投石车互扔，还有派那个攻城塔去进攻，那看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很震撼啊。对，好，我们甚至还有在那个幕后特辑说，我们是如何还原出来，我们请了历史的考证者，我们花了多少的建材，以及这过程当中还真的有发生过意外，比方说不小心被火烧掉，所以承受一些损失。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耗费跟场面，这都是钱啊，对，经费在燃烧啊。当然了，我相信三国它已经是一个成本蛮高的电视剧了，但是它有没有这么高的成本可以去为了一场戏就还原这么多昂贵的道具？我知道你有你的困难，对，其实我这个人是愿意宽容的。还有以前就是有拍过《三国演义》，很多人会说我好怀念那个战争大场面哦，因为那真的是几千人拍出来那个混战画面。是，但是我去搜寻资料才发现说，第一个，那都几十年前嘛，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人力怎么样？便宜嘛。OK， 对，这是第一点。再来，当时甚至有出动解放军协助进行拍摄，所以人力完全不是问题。这也是老版的《三国演义》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因为它有它的时代的红利存在，所以你真的可以拍出实体的人形格斗大场面。但是换到我们现在，当然我们都知道对岸的人力也一定还是比我们台湾便宜嘛，是，可是也已经上涨啦。你说不要讲几万人好了，你找个几千人过来，这也都是燃烧经费的事情啊。那拍起来也是会让导演会想说，哎呀，爽归爽，未来接下来还有几十集，我要怎么拍得下去啊？对啊，毕竟后面还有场面更大的赤壁之战。没错，甚至还有什么诸葛亮北伐，那战争也是很多啊，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只为了一场戏就燃尽全所有嘛，对不对？这我都可以理解，包含你说啊，你为什么不做 CG 也要钱嘛？当然，好，所以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无法接受你为了节省经费都说，那我们就把100万大军或是说几十万大军的格斗变成2个人喝茶好了，然后少数几个场面就是啊，我把红方被人偷袭了，然后就拿个几个战车那边奔驰来奔驰去。太廉价了哈，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有一定的取舍，但是真的好想看到震撼的官渡之战啊！没关系啊，我们至少有看到震撼的迷因梗嘛。就是曹操嘿，网络上有人反映说没有，我很喜欢那一段。我说为什么？说因为曹操最后逃走的时候，他那个脚步非常非常的俏皮，而且我现在网络上也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在重看新三国，是，然后有人就跟我讲说，再过10年，没有人知道新三国，大家只知道曹丞相很会教英文。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把这些变成那个曹操去教英文的片段，而且很多片段就是从曹操跟袁绍彼此之间聊天，然后这个片段然后魔改成为就是说，曹阿瞒英文当中有3种吃 ，eat 也是吃。take 也是吃 ，have 也是吃，为什么我不能讲 eat medicine 呢？然后曹操就会一本正经跟你讲说，那是因为怎么样。坦白讲，我也是因此学到不少英文啊。对，这个是真的很棒，但是就总觉得说，
原来是英文老师的部分啊。对，就是没想到新三国在某些方面开辟了新赛道呢。那这样说的话，它也成为某方面的经典也不一定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集的内容，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官渡之战双方之间他们做了哪些准备，还有在交战的过程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咯。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